怕呀？哎，我偷一个怎么了？哎，我就喜欢这个苹果手机，我偷一个怎么了？我自己没钱呢，我偷一个怎么了？干嘛呀？我就偷个手机，干嘛呀？我要有钱，我能偷吗？我偷一个怎么了？怎么了？我强奸他怎么了？他不跟我在一起呀，要不然我能强奸他吗？他要同意了，那就不叫强奸了。我强奸一下怎么了？啊，你以为我想强奸啊？他同意不就好了吗？怪我喽？你这个想法，你真的是你有病吧你？这叫石头的，你有病啊你？多吓人呢，这个就是多吓人呢你。合着你就因为你想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呀？你这不是有大病你？嗯，想起之前一个网友凭我朋友圈里问出了我年龄，推出了你的身份证号，这个有点吓人了，这个。能不能正常一点？咱们就是说这些网友真的是，跟你们买点药吧，就是都治一治吧，就我觉得好奇怪。犀牛座，我们叫金牛座，咳嗽太能说，习惯，就你们叫习惯，这个我是老毛病，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没有特别爱好，我们就是金牛座，就是比较细节怪，金牛座就是细节怪，凡事看细节，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就看细节，墙上有个洞，知道了。对，我们是细节怪，是我们很看细节的。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租房子嘛，因为我这个房子马上到期了，然后我就想再租一个。我其实在意的就是细节，就比如说你可以墙面特别脏，但是你踢脚线你不能坏，为什么呢？你墙面脏的话，我刷个墙就行。你踢脚线你要是坏了的话，我得重新买踢脚线，我得聘工人把这个踢脚线给它补上。能明白不？就是它比较费力气，而且就是细节也难做卫生。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会在意这些细节。假发不错，在哪里买的？哪里看出假发？你有这么短的假发吗？能不能正常一点？评论区，评论区就是咱们就是怎么了这个？最近有歌曲创作吗？一直都有，但是也没到时间发呢。等那个新剧拍了，然后播了再发。不要催我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要求你们一定要考上大学，马上把贷款还完。咱们就是放过彼此，就是该发的时候就发了。不要催我。事儿太多了。还差6万我就没贷款了，那你好厉害啊！我还有180多万，我还有182万，因为我每个月贷款就是房贷是2万2，车贷是6000，我每个月要还2万8。
我每个月贷款要28000，给主播加油，不用了，谢谢你们。主播你的贷款好像，因为我买的是公寓，就贷了10年，买了公寓贷了10年，所以每个月还的比较多。就我这个房子不是特别贵啊，在深圳，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房子就是算比较便宜的，还着贷款还要租房，因为我买的那个房子比较小，49平的，就是实用面积49，建筑面积72。然后因为我生活当中我也是养狗，住惯了大房子，所以我就说把这个公寓把它租出去，然后我租一个老小区，这样就是舒服点儿。要不然你公寓，我那个公寓连绿化都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场上面的公寓，对，它就是没有那个公园儿之类的，它没有绿化，所以养狗就特别不方便。你想想，狗在水泥地上拉屎，它跟那个在草地上拉屎它不一样的啊，就是所以我就说，就是再租个房子，把公寓卖了。你们卖过公寓吗？公寓其实是不好卖的，再一个就是公寓，就是会赔钱啊。我买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想买，当时也没考虑投资啊。公寓的水暖电很贵，还好，分情况那个 smell。你像我这个就是商水民电，然后还通燃气，商水民电啊，民电其实就省好多。机房的，你说啥机房的？经信有问题？什么叫经信有问题？有的地方公寓只有50年使用权吗？这个与经共眠就是50年使用权，有的才40啊，有的公寓才40，但你要想一想，你还能活40年吗？你像我今年都30多岁了，我觉得我70多岁应该不靠这个公寓活着吧，而且就是你花钱就可以续上的呀，对不对？你人生能有几个40年呢？我下一辈儿我还买个房子，我还为下一辈去考虑，对不对？我觉得活70岁就是差不多了吧，对，人能有几个40岁啊？40年啊，对不对？两个40年不错了，怎么算出的两个？你1岁时候自己买的房吗？你怎么算出来的两个40年？你1岁买房，你能办那个手续吗？会以对价格再续的，是的，啊、不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但也分情况嘛，我现在没想要，执行了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应该不会只买一套房子吧？你们会吗？你们就觉得买一套房子就够了吗？我不觉得呀，我觉得我这辈子起码得买个4、5套吧。对啊，我觉得我起码得买个4、5套吧。你们对人生没有追求吗？自己买一套就不错了。你觉得你买一套都费劲？你父母没有房子吗？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一代父母都有房子呀，然后你们再买一套，你们就2套了。你们父母没有房子吗？你们父母，我觉得这一代就是父母应该也有吧。然后可能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有一套，没有吗？没有想过要父母那一套房子，没有想过要父母那套房子，那父母那套你就不要了，等他们死了，然后这套房子你就扔了，这不都是你的财产吗？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现在就计算这个事情，但是它是现实啊。你家只有你一个孩子，这个房子不给你给谁呀？啊？还有亲姐姐，嗯，哦，我觉得现在房子，我个人会觉得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嘛。3个孩子你能做什么？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你赶上三胎，你家7个孩子，我的天！我家也是没有给我买房子嘛，就是家里，就是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家里也不会给我买房子，我可能就是得靠自己，6、7个孩子，你们多大年纪啊？你们多大年纪赶上这一批啊？那你们还挺难得的，我觉得下一代都不会孩子有很多的，24家里7个孩子，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那你其实赶的还挺那啥的，你家不交罚款吗？啊，7个孩子，对啊，你不交罚款吗？7个孩子怎么交的呀？没有职位，爸妈没有职位，没有职位他也会罚你款呢。你家里怎么回事？交罚款都交不起吗？农村那边也会交罚款啊。计划生育啊，是啊，农村交罚款啊。你们这不会，办法很多。好的，你们这不会啊？好吧，这每个地方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就躲过去了。我的妈呀，7个孩子都躲过去了，这太狠了，就是2胎我小时候被拘过，我听我妈讲过我，就是我家是这么个情况，我有一个姐姐，我这个姐姐就是挺好的，就是各方面都没问题。等生我哥的时候，我哥体弱多病，就听我妈形容，就是我哥出生的时候，就是新生的孩子，他这个就是头发没多少嘛，然后我哥是整个脑袋上就是没头发，然后那个脑袋那个就是这个脑顶上啊，就一层皮儿，然后那个皮儿就比较透明，能看到大脑。就他那个就是可能是早产，然后他就是没有长好，然后就是就是体弱多病。哎呀，卡了，现在卡不？好不好？好了，好没好？现在好了没？啊、就是我哥，就是我哥前几年就是体弱多病嘛，然后家里才要的我，结果我出生了以后，我哥的情况就好很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3个孩子了，
当时生我的时候好像也是计划生育查的特别严，然后就后来我就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黑胖黑胖的，所以我的乳名就是我父母和我家里人叫我叫小胖，我其实叫小胖，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又黑又胖啊，又黑又胖，然后人家都是就是我哥都是就是吃奶粉什么的，我是吃面糊糊长大的，我是小胖啊，就是我吃面糊糊长大的，我基本上没吃过奶粉，也没吃过奶啊，就我姐是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有奶，然后也有奶粉，等到我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再加上三个孩子，家里也穷，就想把我送给人，好像送给我一个远方的一个亲属，结果就是都谈好了，好像是2000块钱，就是亲戚好像要给我爸妈2000块钱，然后结果就是人都抱走了，抱走大概抱了有一段距离，嗯，抱了有一段距离，然后我妈就是舍不得，然后又把我抢回来了，就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听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听我爸妈是这么说的，嗯，就是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对，嗯，没有吃的养不起了，嗯，你哥还在吗？在，我可在，嗯，有点意外，2000块钱可以了，是的，嗯，2000块钱那个年代是挺有钱的，就是挺有钱人家才会给2000，嗯，长得像吗？不太像，我跟我哥长得不太像，嗯，我有个哥哥，有个姐姐，嗯，谁更帅？你想干什么？你问这个问题，你想让我怎么回答？我要说我哥帅的话，你肯定说我不信，我想看看。我要说我帅的话，这人怎么这样子啊？就没必要你说这个干嘛？与龙二演戏的是你还是你哥哥？你没事儿吧？这个008呀，你还好吗？与龙二演戏的是你还是你哥哥？咱们能不能就是相关部门能不能就是配点药，就给这帮人吃一吃？没事儿吧？这是用哪儿说出来的话呢？咱们就说，就是干嘛呀？这个就是你们看看有多离谱，我就不能细寻思，你就是细寻思这帮人说话就是逻辑性在哪里？就我不太明白，就是你的逻辑性在哪里？他甚至没有见过你哥，是的，笑起来萌萌的，秃属羊的，是的，我属羊的，严格意义上今年33了，但是因为才过完年嘛，就32岁了，一身大 logo，所以就是会土 low 的嘛。有个叫图图的主播跟你好像，就是图图 plus，我俩哪里像啊？我哪有人家一半身材呀、成家了啊，还有侄子，我有个侄女，还有个侄女，她结婚了，她是前年结的婚，嗯，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出柜的，
啊，我跟大家怎么出柜，看过芝麻的也知道我怎么出柜的，就是我曾经，嗯，看过芝麻的就知道，其实，我曾经就是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呢，他就是那一年呢，就是我做餐饮管理，然后就是单位里吧，就给我办了一张那个银行卡，就是不是那个，就是因为那个那个店里的那个流水啊，都从我这个银行卡里走，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我那个银行卡是建行的。结果就建行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因为那个是2013、2012年吧，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然后那个建行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先生你，因为你的流动资金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行呢就是免费给你办那个申请办理那个就是信用卡，我说我没有那个暂住证，我没有那些什么工作证明。他说不用，因为你的信誉良好之类的，反正就是因为流水它总流嘛，然后就是账面特别漂亮，所以人家建设银行就免费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不用我提供任何的资料，所以他就这个就给我一张信用卡，额度才5000块钱，然后我当时不会用银行卡，不会用那个信用卡。然后那个当时就出苹果，还苹果5啊，还是都什么我都忘了。反正就当时就是我有一个4S，然后那个4S就是因为进水了，它外放功能不好用。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信用卡，我买个手机呀、但是我还不会操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就说，你就别用你的那个建行的信用卡买，用我招行的跟那个苹果有什么合作，说这个他这个免手续费之类的。然后我就用，就是他就说那个你就用我这个招行买，我就说那行呗。结果他就给我用他的招行买了一个手机，这不就是多出来一个手机吗？这个旧手机我就邮回家里去了，因为当时我不怎么会用数码产品，我银行卡我也整不明白，我数码产品我也整不明白，当时就没有格式化。没有格式化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微信，好像你不就是你不格式化，这个微信就没退出，就直接能看到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当年好像是这样，我就现在这个手机也没坏透嘛，就直接给家里用嘛。结果我姐就看到了呀，嗯，结果就我姐就看到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你说你，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催我，就是说那个，这就问我，也不是催我，就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谈恋爱之类的。我说谈了，结果他一看那个聊天记录，他就觉得有问题，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的对象到底是男的女的？然后我就坦白了，坦白了以后，然后家里就是我姐就说你现在赶紧回东北交代一下，就说清楚。就这么我就出了柜。出了柜以后，但是我家里人其实不了解这事儿，而且我家里一直都知道我，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是因为一个就是因为我跟同班女同学早恋，所以说我就等于被老师半开除的状态，所以家里就觉得说我是异性恋。我为什么会在同性恋圈呢？因为同性恋的人他对我好，而且我那个时候在外边也是，就是孤立无援，可能就走错路了之类的，反正就是也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然后我姐就我姐就说，就是跟我妈说，哎，小胖可能就是现在在接触同性恋之类的。然后我家里可能也不懂这个同性恋，然后但是我妈就是他们就没有什么太高的文化嘛，我有一次回家，她就问我，她说，哎，我听你姐说你现在就是跟同性恋在一起之类的。然后那个我就说啊，我说那个同事有之类的，当时就没太敢承认，但是呢，其实心里就在想，就是说，就是不要承认之类的。后来是因为我做直播了嘛，那个就是过了3年以后，2012年到2019年我就开始做直播了嘛，然后做直播，然后就赚钱了嘛。那你赚钱了，你的收入你就得说清楚嘛。我就跟家里说，我说我在直播，
然后就是他们就说，那你靠什么赚钱？我说我靠唱歌赚钱。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跟你说，因为他们平时也看直播，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知道直播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说，那你就是人家为啥给你刷钱？我说都是一些大哥给我刷钱。他说为什么给你刷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就是喜欢我呗。后来我就直接就是他们也来看我直播，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出柜的一个就是他们不干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后期我赚钱了，我就给家里买东西，就是我给家里买东西。你比如说，我第一年就是做直播，从10月份到11月份吧，好像那个从10月份到1月份，就是大概也就是11月、12月、1月，就3个月的时间，我大概那个年代就是15年的时候，我赚了6万块钱，对于我来讲挺多的。然后我就给家里那个，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我一个月赚5000块钱，然后还在外边租房子之类的，你说一个月也就能存个1、2千块钱，那都撑死。有的时候月光族1、2千块钱，你一年你也就存个1万块钱，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直接就是3个月你就赚了6万块钱纯剩的，然后你就特别开心，跟家里人分享，然后给他们买。那年我好像给家里买了一个电视，5000块钱的那个电视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给姥姥钱，给他们钱，过年就是买年货啊之类，反正就逐渐的就是就是在家里花钱，然后就是给他们买衣服之类的，反正就我自己也享受，我自己也享受，就是给就是家里人花钱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小胖现在赚钱了，而且就是还不错，然后又没有违法乱纪，然后又能攒下钱，就是他们就逐渐的就认可我这个专业，就是职业了。然后再后来呢，他们也看我直播，后来我也把我同性正在接触的男朋友也好，或者说就是好朋友也好，我会带家里吃个饭呐、之类的，就是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觉得同性恋的小孩儿都很乖，然后很有礼貌，很上进，所以就是一直也没觉得同性恋是妖魔鬼怪的，就是我父母是这样觉得。然后再加上我后期我就是完全不隐瞒了，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你说太多就是在撒谎。后来他们看我直播也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也不撒谎，然后就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嘛。他们还会劝我说，你就是我现在我父母就会劝我，就是我妈会劝我说，你那天怎么又在直播间里发火啊？我说啊，那个就生气呗，有一些人带节奏。他说你不能发火啊，人家那些那个小孩儿给你刷钱，你说他们能赚多少钱能给你刷钱？你说你天天那个板着脸，人家谁给你支持你啊，对不对？谁也不欠你的。而且你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别因为某个人，然后让别人整体对你没有好感之类的。反正他们就会劝我嘛。然后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现任直播，他们看到了，他们就说啊，那天我看到你跟你的小男友直播，这怎么又出一个呀？就是他们就会这么说。对，就是他们就说你怎么又换一个呀？那个不处了，我说不处了，就对他们就会就没事看我直播，对，就是，然后我妈还会说，哎，你上一次交的那个小朋友又不处了是吧？我说对，她说上回那个年纪太小了，也不适合你，你还是应该找一个就是对你好的，稍微成熟一点儿的。我说我不喜欢年纪大的，她说那你处小的也没结果，我妈就会这样。对我妈就会就劝我，就希望我找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对，嗯，对我就是顺其自然，可能反正我父母没什么太高的文化嘛，
他们也不觉得说就是不太懂这里的事儿。后期就是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个同性恋也分就是有男性的角色和女性的角色，他们就会问我说，那你是男性的角色还是女性的角色？我说我是男性的角色，嗯，但是他没有问我怎么，他们还没有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很怕他们问了我怎么回答呀？这我觉得挺尴尬的啊，就是没有，他们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这还能说？能说呀？就我父母就是没事会看我直播，嗯，对，我觉得我一直在这个圈子里还挺正能量的，是这样的原因，其实父母才会接受，因为你想想，我第一年我赚钱的时候，我就是存款有6万块钱，但是其实那6万块钱已经是就是我花钱剩下的6万块钱，然后当年就是我就想有没有黑龙江的，有没有哈尔滨的小朋友？哈尔滨当年那个就是16年的时候，江北万达，然后当时就是才卖多少钱？6000块钱一平，然后我就想就是这是凑凑首付好像才8万块钱，好像是多少钱？然后我就想付个首付，我就想买个房子，当时是这么想的。嗯，当时是这么想的，反正，而且就是我最初期的时候，我直播赚到2万块钱的时候，我就想，上个大学。那个时候就是手里有2万块钱的时候，因为我没上大学嘛，我初中没毕业的一个学历嘛，所以我就觉得人生遗憾，所以我就就是打听了很多地方，就是不要求你的学历直接能上那种就是野鸡大学，就是那种不入流的大学，就花钱就能进去的。当时就是想补个大学经历嘛，但是当时就是家里人不支持，说你都多大了，你还上学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就是人生没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综合下来，他们其实能看到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人吧。对，我觉得是这个上大学的原因是更多的小鲜肉有这方面原因。我其实挺想在大学谈一个恋爱的。我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看那种就是校园恋情啊，就是我挺羡慕的，嗯，对，成人大学不是成人大学，就是有的学校它其实就是你20多岁进去，你花钱进去就没问题，嗯，这个是没问题的，嗯，只不过就是可能你没有毕业证，或者说就是哎就是嗯就是这个学校不出名，其实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啊，有这样的大学，啊、对，就是我当年就是我觉得就是挺上进的吧，钱也不乱花，也不迷失自己，然后就是给家里买这个买那个，然后忙活起来，对家人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主要认可我的一个原因，经济独立啦，然后又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他们看到我的那个状态是好的，嗯嗯，听着有点像约会大学。为啥都是你姐？你哥没有跟你谈过心？谈过呀，我哥跟我聊过，我就跟他，我跟我哥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但我哥就是我俩就是一起喝酒嘛，一起喝酒，然后我跟我哥就是聊小的时候事儿，就是我跟我哥小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就是棍子在那块比比划划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好想学习你的人生经历，学我的人生经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啊、我跟我哥差2岁，我跟我哥就是从小就是玩伴，就是我俩就是有的时候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大多数都是在一起玩。能八卦一下吗？你想八卦什么？跟哥哥关系好吗？小的时候还行，现在就比较，我现在就是
对亲情吧，就我个人会觉得我比较冷漠，也不是冷漠，就是比较独来独往惯了。我是这样的，有距离感，因为你想想，我15、16岁我就出来生活，我就不在家里生活了。你想想，我都30多岁了，起码得有16、17年，我跟他们没有，我跟我哥哥姐姐没有在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偶尔就是回去可能住个1、2天是这样。我跟我父母其实都没有多，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多亲近。我父母会，因为你想想，就是很客气，我父母跟我也很客气，嗯，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说实在的也回去生活过，也在他们身边生活过，但是都很短暂，就是自己生活独来独往惯了，嗯，对，就是父母也很尊重我，就是你看去年今年就是我买了个房子，然后让他们搬过来了。然后我妈就一直说，哎呀，要没有你呀，可能他们这辈子都，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都在租房住，老家他们又不想回，所以他们的钱又不够买房子，所以我给他们买了个房子，他们就会觉得就好像借我光了之类的，就是会跟我很客气，有的时候他就很客气，所以是这样的，对啊，所以跟他们他们就很尊重我，我更多的是觉得我父母就是尊重我，你再大了会落叶归根吗？什么叫落叶归根？我是要死的时候把自己埋到树底下是吗？为什么叫落叶归根？第一个去的城市是哪里啊？不重要吧？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啊。回老家生活，我为什么要回老家生活？那个彩黑，我为什么要回老家生活？我父母都已经在我身边，我回老家干嘛？爸妈，你们来广州生活了，那好，那我回东北，你别误会，只是想让你们离我远一点。我神经病啊！我把他们接过来，然后我自己回东北生活。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对不对？你这个很奇怪呀、你不知道我父母来了，你不刚进来吗？你不是你是刚进来吗？我刚才不刚说过了吗？我说父母来了，我在深圳也买房了，对，就是，但我可能我不一定在深圳生活一辈子，我觉得，因为我下一个目标是在北京买房嘛，可能我给自己预期的一个生活啊，我给自己预期的一个生活就是我可能，在酒吧关了以后，就是我现在的就是工作计划和人生计划是这样的，明年就是今年4月份，我会开启那个新的系列的影视剧的拍摄，可能会拍3个月左右，然后3个月以后，就基本上我的酒吧就是房租就到期了，因为我的房租就是我是签了3年的合同，2年半还是3年我忘了，反正就是到今年的8月份，我酒吧可能就是会换地方，或者说会直接关掉，因为就不续租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东门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地点不太好，然后环境也不好。如果说我要续租的话，我觉得不划算，房租也高，所以我就是
8月份我要不就直接再找一个地方再开一间，要么我就不开了。如果我再开的话，我找一个地点我就继续开。如果说我不开的话，我可能会在就是会在那个就是回北京，然后会报一个影视的培训班儿，想学学导演和那个什么剪辑制片之类的，就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可能我又会回北京，但是就是其实回北京也有一个计划，就是我就是未来5年，因为我现在北京的社保我在交，我满5年以后我就可以在北京买房了，所以我一方面我要攒钱，另外一方面我要交社保。5年之后我要在北京买房呢，这是5年后的一个计划。然后这个具体得看8月份，但是我其实4月份到7月份，我觉得肯定是在拍剧，是这样，嗯。龙二是不是在北京？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我记得网上搜的时候看到你说，龙二去这个日本了。我什么时候说龙二去日本了？就你们别造谣行不行？就是我真的很讨厌你们，就当着我的面就造谣这件事情。你们什么时候鬼听到我说龙二就是去日本了？为什么当着我的面在这块造谣呢？你摸不准的事儿你就不要造谣啊。那他去哪儿？以我的性格，我就不会去说人家在哪儿，因为龙二在哪儿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人家在哪儿那是人家的隐私，我不会去说人家在哪儿，能懂不？就我很讨厌你们，就是你们就在这块当着我的面在这块造谣，人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谁呀？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你是谁呀？人家在哪儿，你能怎么着？我就想问一下。什么？5年之内有什么打算？1月3月呢？问我1月3月干嘛？1月3月不是过年的吗？1月到3月不是一月不是过年的吗？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父母依然会看直播，偶尔会。还会来成都吗？想去，妈，我最近特别想去，但是没有同行的人，特别想去。我就特别喜欢成都的那个面，我觉得成都的面条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就很想吃那个板凳面。新哥，就是出新剧的时候会出新歌啊。对，就是我的天呐，我就特别想吃那个成都的板凳面，因为我觉得早上吃一碗热腾腾的面，要比喝什么豆浆、吃油条、喝那个就是什么豆腐脑，北方的那个早餐要好吃得多。对，那多美好啊！你吃一碗面，辣乎的，热腾的，对不对？羊汤不行，羊汤我吃不了，有点重口味。对，没有同行的人，我要是有一个同行的人，我肯定我就待个2、3天。嗯，很想去，就是我都多长时间没去了？我应该有1年多没去成都了。可以一起吗？咱俩都不认识，我跟你一起去干嘛去？很想去。成都有你特别喜欢的地儿吗？
成都的那个 POS 我都没去过，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 POS 还没开业呢，想去。然后成都有我特别喜欢的地儿没有？我就是想吃那边的那个，吃那边那面条，找小薇呀、小薇不在成都啊，成都地方我其实该去的都去了，你的歌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是的啊，是的，是的。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广州。你是哪里人？你是深圳人呐、你是深圳人吗？我看一下你的具体位置，没有具体位置，啊，潮汕人，那还是就是挺夸张的啊，拍古装剧拍不了古装剧，现代剧你看明白了吗？最远的地方香港，我都没去过香港，本来这2天就是想去香港的，但是也是没人一起，再让我没钱，我觉得去香港不就是购物去吗？你没钱你嘚瑟什么？就是我没钱，物价特别高，说没钱呢，我去干嘛去？这对吧？真没钱。等我有10万块钱，就是天上给我砸10万块钱，我一定去香港购个物。还没去过澳门，香港、澳门都没去过。澳门不划算，没去过。通行证我有啊，通行证我有，没去过。过敏性哮喘有咳嗽性哮喘，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外焦里嫩，没事儿，我这个就是老毛病，我觉得就是养一养。我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治不了，只是老毛病。谢谢你啊，那个你看人外焦里嫩，外焦里嫩，人家说话就很舒服，你知道吗？人就是外焦里嫩，你看人起这名字就也不是那么直白的名字，哎，就是有点文绉绉、梗啾啾，然后这种就是你看人关心的，比如说你知道什么什么药对过敏性咳嗽性哮喘有点作用，你看人家就是一种引导的一种方式。首先我表达出的是，图图有一个药，可能会治你的根本的问题，他不会说你怎么总咳嗽啊，你要不要吃点咳嗽药？他其实他就了解我，对，你看人这种关心就特别舒服，我比你严重，常年吃这，我的天呐，你这是润物细无声什么，对不对？你是零吗？外焦里嫩，你是零不？你是零，咱俩就加个微信，文化程度差不多，你是不是零？外焦里嫩，你是不是零？啊，我是你老乡，你是不是零？就问一下老乡零，不是零啊？你也是一吗？好吧，行，行，谢谢你关心啊，下次不要了，会让我误会。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这神经病。行了，别说了，外焦里嫩。我觉得你这名字让我闻到一种味道，就是行了。觉得乌漆抹黑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东北以东你想干什么？引战？你想干什么？你让我点评别人干嘛呀？纯好奇。你怎么那么好奇呢？你想干什么？我评论别人，我评论得过来吗？我评论你东方移动，你很幽默吗？你这名字一点都不幽默，还东方移动，什么意思啊？啊？不是你几个意思？你起这名？我评论你来，东方移动。晚上好，晚上好啊！不是他让我点评别人干嘛呀？我点评别人不这不就是引发骂战吗？对不对？你点错了，没事，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加一个男神的名字，所以呢，不要在这个点发战争了，好吧？你是网友肉，网友肉是谁？一个爱吃爱闹的大胖子，这是谁啊？我就说你这个那个网友肉，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个有粉丝的人，能感觉到你的名字。刚通知，你没有粉丝吗？你几千的粉丝，你比他们强多了，而且照片拍的很有质感。当然我这个是小，我觉得这个图那个颜色可以。我现在放假了，我妈不让我跟你玩儿，我应该说什么？深圳冷吗？不冷。今天讲故事吗？讲一个我和第四人的故事吧。但是我因为出于那个对第四人的保护，我可能讲的不太那个详细啊。给大家讲一下我和我第四人的故事。咱们加上音乐聊，这样更专业。进入状态，赶紧讲，讲了以后我就那个休息一会儿，我眼睛有点疼，有点看镜头看久。
1212121321112，我是一，能听清啊？我是一。好了，给大家讲个这个第4人的故事啊。这个我其实官方谈恋爱的话，你让我就是官方的说我谈过几任的话，其实我觉得4人。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这个第4人，其实他严格意义上，我又不知道他算不算是我的一任。我讲完了，其实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我不确定他算不算我的一任啊。就是我跟他其实认识的时候是18年、19年吧，应该是19年。19年3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拍了《跟我回家》，然后玩抖音了，然后他就是粉丝加我，就是关注我，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关注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一般都会看那个就是粉丝，我就想在粉丝里就找个小可爱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他了，他就是关注我，然后我就点了个回关，因为我个人会评判，就是说，就是因为有的人他是假照片，但是呢，我一看就是真照片，而且呢，长得因为看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照片的颜色，包括那个感觉其实是舒服的。然后他又不拍抖音，我就觉得又低调，又是粉丝，又是小可爱，所以我就点了个回关，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是我的粉丝之类的，然后他说他在深圳。我们加了微信以后，然后就是我这人就是见到小可爱我就爱聊骚，然后就是叫老婆，然后就开始叫了啊，就开始就是很迅速的就是开玩笑啊，开黄腔啊，然后他就是特别害羞的那种，你跟他开黄腔他就会哈哈哈哈哈，他就不会回答别的，他就哈哈哈哈，但是你跟他聊天有多晚他会陪你聊多晚啊，是这样的，就他是一个特别乖的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没见过面。然后后来呢，就是聊到已经开始叫他老婆，然后晚安之类的。后来阴差阳错的，我就跟第3人在一起了。第3人大家都知道是浩浩，我跟第3人就在一起了。然后跟浩浩在一起大概3、4个月的时候，我跟浩浩又突然的分手了。然后我跟第3人分手的时候，其实我挺难受的。一直都出不来，一直都非常非常难受。但是就是后来我看他发朋友圈，我就评论了一下，然后后来俩人又恢复了聊天，因为可能经历了一段感情的失去啊，就可能就是心态上可能更平和一些。我就跟他闲聊，我说你这个几个月怎么样？他说就那样吧，上班。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生气啊？我跟别人在一起。他说有啊，他说那个时候咱俩聊得好好的，然后你突然不跟我聊天了，
再过了几天你突然跟他官宣了，其实心里会有一点点很突然的感觉，然后又会有点不舒服。看到你俩朋友圈秀恩爱的话，也会就是刻意的不去看。然后当时我就听他说这些东西，我其实有点愧疚，有点愧疚。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我们筹备跟我等你回家，然后那个时候就找到一个就是那个深圳的一个小演员，然后我就决定来深圳去面试一下，结果他也在深圳嘛。我到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酒店，因为我第二天才要见那个演员。然后我到了深圳以后，我就找了一个酒店，那个酒店离他家非常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酒店等你，咱俩见个面。他说好。紧接着，然后我就把酒店发给他，就在他家附近，然后他就来找我了。然后他还很害羞，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非常紧张，就是眼睛不知道在看哪儿，就你要盯着他看，然后他因为他戴个小眼镜，他就推着眼镜，就是不敢看你，然后边四处就是找什么东西边跟你对话，就是他很紧张的。他的长相，他就是一个1.7米左右的一个小狒狒小熊啊，就是戴个小眼镜，脸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然后身材也是就是肉乎乎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他就带我去吃椰子鸡，也是在楼下就吃个椰子鸡，吃完椰子鸡然后就回那个酒店了。然后很自然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很迅速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两个人就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然后结束了以后，我晚上要去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其实他也认识，但是他其实主要的是我第三任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约见个面，然后我就说那你在这里等我。他说不等了，他说他要回家。紧接着我就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网络见面，顺便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很寻常嘛，在这个圈子里这种事情其实比较寻常。我就觉得可能就这么个事儿。结果第二天我换酒店，他问我，他说哎，你干嘛呢？我说我换酒店，这个酒店有点住着不太舒服。紧接着我就住了一个民宿，他就过来找我了。找我之后，然后因为我又见演员，然后我就让他等我，因为我要出去见演员。我说你就在那个酒店里等我吧，他说好。结果他就在那等我，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陪我在这睡觉。第二天第三天好像我就走了，具体记不太清了。然后从那以后呢，就是我就走了之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没聊天了，然后谁也没有主动联系过谁，就好像就是一次短暂的一个相处，就是谁也没觉得就是但是我心里我会有点喜欢他，但是就感觉他不联系我，可能也就是可能他生活当中习惯是这样，我也就不便主动去找人聊天啊。再后来就是我们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又聊天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还沉浸在第三任的一个伤感里边，然后就每天都在喝酒。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喝酒。然后到11月份的时候，也是就是快圣诞节的时候吧，然后我俩又聊天了，然后我忘了谁主动的，反正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感觉你最近总在喝酒之类的。我说对。他说你能不能少喝点，这样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因为那段时间太难受了，每天喝酒其实都有点麻木了。这个时候有人关心你啊，其实会觉得
哎呀，还挺难得听到这种声音的，有点感动。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你为什么关心我然后不联系我呀？他说我以为是你不联系我。我说明明是你得到了然后就跑了。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零，当时就是觉得说你爽完了你就走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不方便去问，然后他可能也是害羞，他也没问我，就这样，就是我们都就是隔了好久才聊天。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圣诞节怎么过呀？他说啊，就自己过呀。我说那我去找你吧。他说那个真的吗？我说真的。他说你别骗我。我说我不骗你。就这样我们就约定圣诞节一起过。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其实喜欢有点正装的那种风格。我知道他喜欢有点正装癖，所以呢我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12月份，我就在北京买了一套西装。然后因为你放在箱子里它会褶皱，所以我就穿着西装，然后外边穿着那个羽绒服，我就直接穿着西装我就去了。然后去了我还是订了个酒店，然后他下班了以后就来找我。然后他一进屋，他看着我穿西装，不是穿着西装，就穿着那个衬衫，然后穿着西裤，他其实就是有点开心，但是他也因为才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他也不方便表达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就特意为你穿的。然后他就很感动，然后俩人就亲在一起，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其实这次也是我俩记忆特别深刻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正装嘛，所以就是我也是第一次为了别人穿着衣服，从来没有过，我就穿着衣服，这个有点奇怪，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喜欢，然后就穿着，确实那次很美好。不细说了啊，咱们不细说了。然后我完事了以后，然后他在我怀里啊，怎么样，爽了吗？然后他就在那笑。我说你看你不主动，咱俩错失了几个月，你要是主动一点，我这几个月我就少花点钱喝酒了。然后他就说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我。我说那你喜不喜欢我嘛？你要喜欢我的话咱俩就在一起。他说喜欢，但是他觉得异地恋没结果，他主要是这么觉得。他不联系我其实也是就觉得异地恋没结果嘛。我说那你先别考虑这个事情。我说你要是真就是俩人真在一起了，这个事儿慢慢都会解决的。而且我做自媒体的，我也不用说固定在哪个城市。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问你，你在不在意，就是要不要在一起？他说要在一起。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大概就是元旦的时候我又飞回去了。飞回去以后，然后紧接着就疫情了。因为19年的事儿嘛，就紧接着就疫情了。然后我们到3月份的时候过完年了以后，其实就想见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对疫情其实是比较未知的，就是谁也不敢去。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朋友叫那个丹青，她跟她男朋友就是那个疫情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是来回跑。然后我就受他们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说你看人家那个人家也不怕呀。我说咱俩都好几个月没见了，而且刚确认关系，就是人家都互相跑来跑去的，你就怕疫情怕得要死。因为他当时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他就说你不要来回跑了，我单位也不让我出去，然后你也别来了，这是疫情多严重啊。我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身边人
就是说，就特别是我这个单亲的这个朋友，哎呦我的天，人家就是他妈风雨无阻啊，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有点奇怪，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感情对于他来讲的话，没有他的命重要之类的，就是会想一些东西。其实这也不是我发火的点，我就会觉得说，当时其实疫情没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是要决定，就是说他来北京生活。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在那个深圳，他是国企单位，所以他不可能辞职来北京生活。但是他那个时候确实是答应我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就是也不是说着急结束异地恋，是想着说都3-4个月没见了，就想见一面，结果他就不见。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你不来我去找你吧，我说我去深圳生活。然后他也是犹犹豫豫的，你知道感情里边如果说有一个人一直犹豫不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满腔热血，然后他就是各种犹豫，其实那个关系是不平等的。所以当时我就有点就是疑惑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单亲的那个朋友，我就跟那个单亲我说能不能是他有一个，其实他在深圳有个男朋友啊，就他其实怕她男朋友就是发现我，然后就所以不跟我同居，也不来找我之类，反正就是我们就想很多嘛，因为一直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就一直在拒绝之类的。后来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要买一个那个电动牙刷，然后他就发了2个链接给我，他说你说我买哪个？然后我就说那你买那个，然后他就买了。然后他就买了一个。金牛座真的是细节怪，你们能懂吗？金牛座是细节怪。当时我决定去深圳生活了，然后他就开始买牙刷，然后问我买哪个，然后结果他买了一个，他没有给我买，就是细节怪。我真的是细节怪，我就觉得说你不给我买，你问我干什么呀？对啊，就是你问我干嘛呀？就你还要我知道你买了，但是你还不买俩，你还知道我要去，你干什么呀？不是，他是给自己买的。对，他不是，你们真的就是你们不要就是美化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地方的问题，他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后期聊这个事情，他真没想那么多。这种事是我能直接说的吗？我说哎，你买2个给我买一个，我觉得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我没去那边，我是在北京买任何东西我已经开始买2人份了。就我要去深圳，然后我买东西的时候我都要买2人份了，我就其实就准备嘛。然后我还去深圳，然后他还告诉我要买牙刷，结果他就买一个，我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奇怪，奇怪。后来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其实就在心里大大减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他就说的好像要去什么，要去那个迪士尼呀、具体的事儿我忘了，反正就是当下就是对，当下其实就因为牙刷的事儿，
我就跟他表达了，我说你看你买牙刷你还不给我买，然后你还问我干嘛呀？他说啊，你想你这个事儿我没想。我说这个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这个不是应该做的吗？我说我现在在北京买任何东西我都买2人，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我要给你买，因为这代表着就是我不是单身了，我就要为你去，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会，只要我买的东西我都会买2人份。他就后知后觉，他可能没想太多。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就是疫情一直都不结束，我就说那索性就是2人也没怎么开始过，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事情，我就觉得说算了，就不去了。然后2人就说分手了，其实就见过1、2次面，也不算是分手，反正就是说那就不处了，大概是这样的。他是白羊座，对，他是白羊座，他真的是白羊座。然后就没在一起了，没在一起，然后就是一直其实都有微信，然后突然后来就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后来就提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上海的那个迪士尼就比较火，然后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聊过这个事情，可能要去迪士尼玩，结果分手了以后，就是一直这个事儿就没不可能了嘛。但是其实彼此都记得这个事儿，结果就8月份的时候，2020年22年8月份的时候，就可能不忙，就是再加上疫情，也就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结束了，就得到一定的缓解。那个时候疫情就不严重了，然后我就偶然间我就跟他聊起天，我说哎呀，我说前任你干嘛呢？他说没干嘛。我说想想我其实还挺亏欠你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呀？我说我之前答应过你要带你去迪士尼的，唯一就是你看你那个没去成。他说是啊，就是过去真的很想去，现在也没机会去了。我说要不这样吧，我说那个咱俩就当个朋友，我不想亏欠你什么。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我金牛座我不会拧巴，我当时我就会觉得说，我就答应过他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其实挺想完成它，然后我就说你也别多想，我说那个你也可以拒绝，我说想完成这件事情，哪怕咱俩是个朋友，咱俩去迪士尼玩一圈不过分吧，我说我不想亏欠你什么。结果他恰好也有时间，结果我们就约着一起去迪士尼了。我先去的上海，然后他就是那个第2天去的。然后我第1天去了以后，我就开始社交嘛，我就有好多的饭局、酒局之类的。结果就是也是通过朋友给我订了一个上海的那个博悦酒店，就是在上海外滩一个博悦酒店，还挺好的那个酒店啊，我记忆当中挺好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好像他就来了，晚上就是10点左右的时候他就下飞机了，然后他就来酒店，然后我们见面了，然后又抱在一起，2个人又很自然的就往下走了，这也谁也没说什么，也没说复合，也没怎么着，反正就很自然的就2人就睡在一张床上，然后第2天谁也没说什么，就是2人在床上，因为外边是外滩的景色，就是第2天有阳光，然后就是从窗户你可以看到外滩的景色，我俩躺在床上吃完早餐，然后2人就躺在床上在那块看景色。这个时候我这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这个叫丹青的，我这个特别好的朋友丹青就给我发了一个，好像是当天晚上，就是那个他来的当天晚上还是第2天早上，这个叫丹青的好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就是那个微信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我刷到你男朋友的那个阿罗哈了
他说刷到你男朋友的阿拉哈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截图，那个截图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截图的那个地址标注的是上海。然后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再加上是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那个我刷到你男朋友的定位了，他说还定在上海。我当时啊，我真的正抱着我的那个我第四人，我抱着他，我在那块看着那个外滩的景色呢，俩人在那块甜甜蜜蜜呢。这个时候的我好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发现我男朋友就是定位在上海这件事情，当时我就有点绷不住了，我就问我男朋友，问第四人，我说我问你个事儿，怎么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你来这边你还要在上海定个位，你是不是有谁想见呢？他说我没有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你来见我你还要打开阿罗哈，而且还要在上海定个位？打开小红不是很正常吗？你觉得正常吗？那个 nice， 那你要觉得你正常的话，你这个人思想有点超前啊！你为一个人来了上海，然后你跟这个人要去迪士尼玩，然后结果你打开小红阿罗哈，你觉得没问题吗？有人就当朋友圈发，确实啊，这个 nice 啊，他也是这么说的，就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他说我就是拿他当朋友圈发。我说朋友圈啊，就是这个这个怎么是朋友圈了？我当时就不理解，我觉得他在狡辩，但是他就是觉得说，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定个位，他确实里边就像朋友圈发的，就是他会就是打卡一下，对他真的是这样。我之前我不理解啊，有些确实是这样，但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软件嘛，我当时我就不太明白，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有点尴尬。然后但是呢也没有太计较，因为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就直接去迪士尼了。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呢，我说实在，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这种梦幻的地方。我去迪士尼全程就是黑着脸，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所以我去迪士尼我就像领着孩子一样，我就像领着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一样，我就不知道他们穷开心个什么劲儿，我就很累，又困又累，但是我答应人家要去那个迪士尼玩，我就全程陪着，就像陪那个就是男朋友，就是陪那个老婆去购物一样。反正我就全程我就很累，后来玩了一天，然后大概第4天第5天我们就飞回去了，然后这次事情其实好像复合好像没复合，具体怎么回事我也忘了，丹青你帮我回忆回忆，反正就是又像复合了又没复合，我忘了，我忘了，反正就是很奇怪，就是你看又像复合又没像复合啊。再后来又到了那个2020年，
然后就开始拍戏了吧。哎呀，都忘了，反正这个时间线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又像情侣又不像情侣，然后我还不在深圳生活。后来有一点点进步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芝麻火了以后，播出了以后，然后深圳的一家酒吧找我过去演出，也就是我现在的酒吧。现在的酒吧，我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酒吧的老板找我过来演出，然后紧接着我就又来深圳了，然后我们又有联系了，然后那个就是对，就是他陪着我演出，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又有联系了。演出完以后，我们又好像复合了一样。然后因为我当时是28号还是29号演出，紧接着就元旦了，元旦他就放假了。我说老婆，咱俩去那个成都玩吧。他说啊，你这么突然？我说对啊，突然，咱们就直接去成都。他说你没有做攻略，也没有买票，也没有准备衣服。我说准备啥呀？咱有钱呢。当时我就跟他说，咱有钱，咱就说走就走。他说不用做攻略吗？我说不用。他说订酒店，我说不用，咱们到那儿打开美团啥都有。对，我就带着他，就是直接就飞过去了。然后当时还订的头等舱，他也没坐过头等舱。然后就聊起来了，就是8月份的事儿。然后了解8月份的事儿的时候，然后还特别委屈，他还特别委屈，直接就哭了，在飞机上哭了。然后他哭的那一刹那呀，我就觉得好吧，我的错，你不用哭了。然后就当时就哄他，然后就是在头等舱的那个小姐姐的注视下，我就牵着他的手一直在安慰他。那个时候就到了成都，然后玩了4、5天吧，然后在成都就是玩剧本杀、狼人杀，带着他去了很多就是吃的地方，主要是玩那个剧本，就是主要玩那个就是密室逃脱去了，反正就玩挺开心的。结果你知道，然后就是我俩是不同的方向嘛，我要去北京，他要回深圳，就不在一个飞机上。结果飞机就是同一个时间段，然后但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是那个登机口嘛。结果在登机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很开心。我说我也开心，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俩人又复合了，就很开心。我说我也很开心。然后这个时候他给我转了2000多块钱。然后他这个时候给我发了一个文字，他说这2天那个花的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给我转2000块钱？2000多块钱？他说这2天花的钱，我又懵了。你说谈恋爱你谈恋爱你给我转什么钱呢？就是那你还跟我发生关系，然后你又给我转钱，咱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要是谈恋爱的话，你不可能给我转这个钱。就本来很开心，然后这一转钱就觉得说他是不想亏欠我，他是想跟我明算账。然后说哦，他说你收下吧。我说好，接收了。哪儿怪怪的？你就说这个怪怪的，我也说不出哪儿怪，但是确实很怪。
咱不说了，就是当时就觉得很怪。紧接着又阴差阳错，你想想，我们就一直阴差阳错。紧接着我演出完回去以后，然后北京那个方糖的 CEO 就想跟我合开个酒吧，然后他就说那个土豆咱们合开个酒吧，然后我们就想在北京开一个酒吧，然后但是在北京我们都没开过酒吧，然后他说那个你就负责那个营销和那个就是舞台这一块儿。我说好，我说那买设备咱们也不懂。他说你不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类的朋友，你去问一下他们买音响多少钱。结果我就给这个酒吧老板打电话，就原来 ACE 的老板，因为我在他这演出过嘛，而且他也是我们黑龙江哈尔滨的，我俩老乡。然后就加了微信，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个你们买音响花多少钱？他说你要干酒吧呀？我说对的。他说你跟谁呀？他说那个你尽量别跟别人合伙。我说啊，方糖想跟我一起做。然后我说那个怎么了？他说生意不是合伙做的。他说你们合伙做得花多少钱啊？他说那个我听听。我说大概每个人出个60-70万吧，而且是初期，我们计划是每个人出60-70万。他说那你有这个钱，你要真想干的话，你不如把我这个酒吧接了。我说我没有经验，我说我得跟别人合伙干。他说你要想要经验的话，我这个酒吧你先别接，我先给你试运营1个月，你要觉得行了，你这个酒吧你接了，而且可能只要1半的钱。你要觉得不行的话，你就不接，你就试过了，你就不会遗憾了，你也别在北京干酒吧了。因为他说酒吧挺熬人的，他说不一定我能不能干，因为他在他心里我就是个小网红嘛，就是可能不会吃这份辛苦。后来我听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来这边了。来这边又跟那个第4人联系上了，他知道我来接这个酒吧，他特别开心。然后他直接就让我住到他家里了，然后因为他家里就属于父母给他买的房子嘛，算是一豪宅啊，在深圳算是豪宅。然后就住在他家里了。然后他什么都没说，每天他给我做饭，我给他做饭，然后我做酒吧之后，他每天无论多晚，他都会给我留一杯水。无论我3-4点钟下班，我都会发现桌前有一杯水。然后呢，那个床头柜上有一杯水。然后他每天早上起床上班以后，他会把我明天就是今天要穿的衣服，他会叠好放在那个床的旁边。每天我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叠好的衣服，他这意思让我穿这身衣服。然后后来因为他知道他打呼非常严重，然后他就怕打扰我到休息，然后他每天他都坐着睡觉。你们知道为什么坐着睡觉吗？因为坐着睡觉不容易打呼，他会就是半这样睡，他就怕我打呼影响到我。他每天他都问说你昨天是不是我打呼打扰到你了？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也打呼，就每天都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决定接酒吧了，然后他就帮我找房子，因为我没时间去找。然后他就下了班以后，他帮我看房子，然后帮我找中介。就那么美好，真的很美好。大概就是20多天30多天，我们就这样美好的。我记得有一天我那个时候刚接酒吧意气风发的时候，我就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我男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今天下班来陪我上班吧。他说好。结果他就来酒吧了。结果大概待到11点多的时候，他就困得不行了，他说他想回去休息了。我说你再等一会儿，我说12点我跟你走。结果他就困得不行他就有点激闹了，就是有点生气了，
因为他太困了，而且他不喜欢酒吧这种场合，他平时不泡吧的，所以他不喜欢，所以我就看出来他有点急躁了。然后我也对他，就这个细节，我对他有点，就是觉得有点小失望。我其实挺希望，就是你要支持我的事业，你不至于说你每天要在这块当老板娘，但是我觉得你起码不能，就是才陪我第一天你就厌烦了，我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就不合适啊？但是当时也没多想，晚上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其实就有点小郁闷，我就想。这个生活方式，你说怎么去克服啊？我做酒吧的，他是国企的，也不太搭配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选怨气，然后我又去上班了。紧接着我又去上班了，然后回来以后，他看我喝多了，然后他就是给我照顾我嘛，因为他那天休息，照顾我，然后其实我那天没喝多，但是我就装喝多了，然后我就借着这个酒劲儿发酒疯，然后我就说，哎呀，你说你刚陪我第一晚上你就怎么样，然后我就装喝多嘛，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他就抱着我，然后他就挺愧疚的，但后来我也没让他陪着我上班了，因为我知道他挺不喜欢这种场所的，然后。后来就是他租好房子了嘛，然后我就搬到这边来了。其实，之所以就是着急搬出来，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是，因为他没出柜嘛，然后他很怕别人知道他是 gay 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他是国企嘛，他很害怕。很害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马路上我俩在那块本来就是走得很近的话，他要看到一个同事，他能一脚把我踢200米，立马就装作不认识我。如果说有一个沟，他能给我推沟里去，对，他能把我推沟里去，就是他就害怕到这种程度，我都不敢想象他在路上如果说就是看到同事是什么样。反正就是特别害怕，然后你知道就是他那个房子是1梯2户，豪宅嘛，1梯2户，然后那个邻居啊跟他妈认识，所以每次上楼的时候啊，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啊，就很怕遇到他的邻居，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出了电梯以后就是等会儿，我去开门，你先在这等一会儿。没事，进来吧，快进来。就每次都是这样，我就觉得他妈好像那个地道战，就每次都是这样，就是待会儿我先去开门。就我们出门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出去吃饭了，想出去吃个饭。待会儿看一看，来，就每次都是这样，这个都无所谓，你知道，这个都无所谓。我说实在的也能接受，你知道。后来有一个事儿，我就真的就是真的崩溃了，真的崩溃了。就是有一天呢，我俩在床上躺着。因为我每天7点半我要出门，要去酒吧嘛，结果我7点跟他在床上躺着，在那块赖床。那天也是周末，我每天都是7点半就出门，然后8点半到那个店里。结果那天我就跟他躺着，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人敲门，他立马就坐起来了。有人敲门。谁呀？不知道。现在这屋，我去看一看。你去吧。然后紧接着他就开门了，然后他把卧室的门就关上了，然后他就就是那个通过那个就是那个猫眼去看了一眼，他说
怎么办？是邻居。我说那我藏哪儿啊？你藏卫生间，你在那卫生间里，你别出来。哦，好。然后他就去开门了，我就在卫生间里，我很怕出一点动静。那个卫生间是那个瓷的，就是瓷砖的，我光着脚在那个瓷砖上，真的很冷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二月份还是3月份吧，3月份那个瓷砖其实挺冷的，站一会儿脚就麻了。然后那个瓷砖那个厕所还是电动马桶，你要靠近的话它会自动的开盖就是你想坐一会儿不行，你就必须得站着，因为你稍微动一点那个马桶盖就啪开了，就会有冲水的声音呐，就会有开马桶的声音，就会有问好，反正那个马桶就是会出声。我就全程就在那块站着，而且卫生间的灯还是关的，我就在漆黑的卫生间的角落站在那个瓷砖上，我就在那块冻着脚，我就在那等啊。然后给他发信息，我说大概要多久，他没回我。我大概等了将近30分钟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没完事儿，你把他支走啊。他也没回，因为我正常的就是8点半我要去店里的，已经过了30分钟，也就意味着今天我得9点过去，而且最主要的是站着又冷，然后站着又脚疼，我就已经崩溃了，我一点儿都不敢动，那马桶总会冲水。我等了大概50分钟，你们想想，我站了50分钟，我就在那块站了50分钟。这个时候他就开门了，哦，那个他走了，然后我就脸真的就掉下来了，我的脸真的掉下来了。他就看出来我脸掉出来了，就我脸就掉下来了，然后他就有点愧疚，他说对不起。我说他怎么待这么久啊？他说他也不走啊。我说不走，你有没有办法让他走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你就说阿姨，你说那个我要休息了，你就直接这么说呗。你怎么的你不能把他支走？对不对？我说这个是能力的问题，这是一句话的问题，你怎么的就不能把他支走？你家邻居来了，你随便找个理由你就能把他支走，或者说你就说阿姨我要出个门，他不就走了吗？你就先假装出去，然后你再回来呗。我就觉得这是他能力问题了，他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是他的问题比较多，人家邻居也没什么，人家就来串个门，是你不让人家走啊。我说你男朋友在那里站着，你怎么是沟通能力不强吗？咱们就说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我在那站着，后来我什么都不说，然后我说我要出门上班了，他就送我，然后全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尴尬，确实我确实是生气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哎呀，他特别害怕，我就一直在心里，我就会觉得说，我说我永远不能跟他正大光明，就是那种特别坦坦荡荡的走在街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可以做到这个份儿的人，所以当下我其实就动了马上搬出去的一个想法，结果我就搬走了。就是后来没2天我就搬到新家去了，然后他偶尔会过来，我们一起吃个饭，但是他一直都没说复合的事儿。就是他也没说复合的事儿。我恰好北京有一个大人物，因为我回北京搬家的时候，恰好北京有一个所谓的大人物，就开始追我，也不是开始追我，就是对我有好感，然后就是怎么样的，然后
为他也不跟我复合，他也没说复不复合。这个大人物又是我的菜，对我事业又有帮助。然后当时我就决定跟这个大人物在一起了。他知道我跟这个大人物在一起就很生气，然后我也很生气，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复合？你为什么不聊这个事情啊？他也不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跟别人在一起了你生气，我不跟别人在一起你也不跟我复合，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这样，后来我就跟这个大人物接触了7天，但也没在一起，也没在一起。其实我自身是有问题的，其实是有问题的。其实跟这个人也没太大关系，就是我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深圳这个小男孩，他其实觉得说这还用说吗？我都让你住家里了，这还说吗？这你明明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你还责怪我不跟你复合，这还用复合吗？咱俩不是已经住在一起了吗？他以为这已经算复合了，就大概我觉得他猜想是这样的。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我其实对他也不太自信了，就是我对他也不太有信心了，所以我也就没跟他在一起了。反正就是，所以我到现在就这可能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故事了。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算不算是我的一个前任，你们觉得算不算？你们觉得这算不算？不算。算吧。这就是我们所有故事。不算。我觉得是2个人的个性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跟他每次单独的见面啊，就我俩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我要是看着他会特别害羞，他会浑身不自然。比如说我看着他，媳妇儿咱们吃什么呀？都行。就是我不知道他在躲什么，他不自信，他永远不自信。然后跟我聊天永远是那种就是特别对待客户的那种，他从来不会跟我撒娇生气，他会那种就是就是他是那种很无趣但是又很假笑，然后又很有礼貌的那种。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好像是因为我太严肃了。后来你知道，后来就是认识的，就是我这2年我认识，就是我们共同的好友比较多了，我就跟他好友聊过这个事情，认识他的人就聊起这个事儿。我说哎呀，我跟不是大鹏我跟那个谁谁谁没在一起多久，然后就分开了。我主要是觉得说他跟我在一起也不太自然。他说确实他是有这个问题，他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他就会觉得他很尴尬。我说对，我当时我就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有点尴尬，就好多事情都好尴尬。他不光是内向，就是这个人的性格他就没有那么，就是让我会哎呀，对，反正就很尴尬。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我们没在一起的原因。但是我记忆当中的他就是下班一杯水，上班叠好衣服，这是我对他的美好。就是我觉得接下来的
包括之前的接下来的都没有人为我做这些事情，每天一杯水，每天有干净的衣服穿，然后帮你搭配好。老了后我和你可能还会相遇，请让我记得你。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了。11点多了，大家该休息了啊。大家该休息了。这是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叫《旅行中忘记》啊，旅行中忘记啊，袁娅维的啊，袁娅维《旅行中忘记》。好了，我就讲到这儿了，听会儿歌，咱们就结束。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将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安了心。忘记你的旅行，只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好了，直播就到这了，拜拜，拜拜了，有时间再见，拜拜。闷骚公是的，来，拜拜，拜拜，拜拜。